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AI 起飞站，我是你们的朋友小爱。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 AI 工具 Gemini， 它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功能——绘本生成。不管你是喜欢写故事、做绘本，还是想和小朋友一起互动创作，Gemini 都能帮你快速生成完整的电子绘本。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如果你对 AI 教学、创作或者实用工具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好，今天的视频我会一步一步带大家操作，同时演示生成绘本的过程，还会顺便介绍一下 Gemini 的引导式学习功能，所以请准备好笔记，我们会有很多实用的小技巧分享哦。如果你对 AI 动画或者视频制作比较感兴趣的话，今天这一期内容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我会把这个 AI 工具的链接放在我的视频下方描述栏。如果大家对这个 AI 工具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直接操作。好，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AI 工具。好，在我们的界面左边这一栏这里，在界面的菜单栏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Stories 的选项，这就是最新上线的绘本生成工具。好，我们直接点进去。好，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系统提供了几个主页模板。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指定的主题、目标读者年龄，如有和希望的图画风格，创作专属绘本给大人或者是小孩。好，这里是几个系统提供的几个主题的一个模板。好，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哈。我们这里它有一个风格，比如说童话故事风、卡通漫画风格，还有粘土动画风格，还有一个水彩插画风格。这边我直接用了第一个因为这个适合小朋友阅读，也能展示出细腻的画面质感。在我们点击这一个之后，它下面就会自动帮我生成一个绘本的初稿。生成出来之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绘本生成出来也大概不到5分钟。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页面排版和插图。这个是它一个封面，安安和暖暖奶奶家过夜记。它这里写的是一个关于一个7岁孩子克服不愿在奶奶家过夜的担忧的故事。希望你喜欢阅读。这边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是不是像翻书一样？这样的绘本小朋友也比较喜欢看，非常的适合小朋友阅读。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点这里翻页，也可以点这上面翻页。我们就可以，它的一个故事讲的也非常的温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翻页就可以看到，而且它的插图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这些小朋友都比较爱看。它一共给我们做了10页。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这样点。这边看完了就直接点一下，它就直接翻页过去了。如果你觉得这一个故事写出来你还不满意的话，我们这里还可以重新开始。点击让它重新给我们生成一个。这边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重新让它帮我们做一个。我们就不用他们上面的这一个，我们直接自己在这里写一个故事，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创作比如说我想写一个小海龟的奇妙旅行。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发送。在这里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撰写一个初稿，就是它的生成速度还是非常的快这个写的一个关于小海龟奇妙旅行的故事的话，这个是适合所有年龄层的读者，它不限于一个小朋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蔚蓝的大海深处
住着一只叫做奇拉的小海龟，它有着闪亮的绿色龟壳和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奇拉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妈妈讲述大海外面世界的奇妙故事。好，就从这里开始写。好，生成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绘本的页面，每一页都有完整的插画，它的文字排版清楚，故事的连贯，Gemini会自动提供。好，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它还支持一个语音朗读。好，如果你不想看，我想坐在边上干别的事情，我们边听这个边做其他的事。好，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朗读。没多久，他遇到了一群五彩缤纷的小丑鱼，其中一只叫泡泡的小丑鱼热情地邀请奇拉一起玩捉迷藏。大海真是太大了，奇拉心想。奇拉和泡泡玩得很开心，直到太阳开始下沉，海面被染成一片金黄。泡泡跟奇拉说了再见，奇拉继续他的旅程。第二天清晨，奇拉遇到了一只名叫海风的智慧老海豚。海风告诉奇拉许多关于洋流和远方岛屿的故事，并指引他方向。奇拉跟着海风的指引，游过了一片闪闪发光的鱼群，还看到了一座被海草覆盖的沉船。大海的秘密真是数不清啊！旅途中，奇拉感到有些疲惫。这时，他听到一阵低沉而温柔的歌声，原来是一只名叫蓝波的温和巨鲸。蓝波巨鲸邀请奇拉坐在它的背上休息，并它在播放的过程中会自动翻页，角色形象保持的也非一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海龟，它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角色都保持的相同风格，没有跳跃。它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角色形象保持了一致。小海龟图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保持了相同风格，没有跳跃或者错位，或者非常适合电子绘本阅读。好，如果你想生成一个中英文双语版本的，我们的 Gemini 它也会提供。好，这边我们来测试一下。好，这边我们再让它给我生成一个中英文双语版来测试一下它的我们的主题是神奇魔法树。在一个古老的森林里，有一棵神奇的树，它会在夜晚发出蓝色光芒。小女孩雅丽发现了这棵树，并在树下结识了一只会说话的小狐狸米洛。两人一起探索森林的奥秘。帮我生成故事。我们要求它中英文双语版。好，我们做中英文双语对照的话，这样也非常适合小朋友边看边学英语。神奇魔法树 The Magical Tree。 在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森林深处，住着一个名叫莉亚的小女孩。她热爱大自然，每天都会在森林边缘玩耍。Deep within an ancient and mysterious forest lived a little girl named Leah. She loved nature and played at the forest's edge every day. 有一个夜晚，莉亚看到森林深处传来一阵柔和的蓝色光芒，好奇心驱使着她决定去一探究竟。One night, Leah saw a soft blue light emanating from deep within the forest. Driven by curiosity, she decided to investigate. 穿过茂密的树林，莉亚终于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在那里，她看到了一棵巨大而古老的树，树干上闪烁着迷人的蓝色光芒，就像无数颗星星。Passing through the dense woods, Leah finally arrived at a clearing. There she saw a huge, ancient tree, its trunk shimmering with enchanting blue light, like countless stars. 莉亚被这棵神奇的树深深吸引，她轻轻地走到树下，伸出手触摸那发光的树皮。Leah was deeply drawn to this magical tree. She gently walked to its base and reached out to touch its glowing bark. 好，在使用 Gemini 生成绘本时，有几个小技巧可以提升生成效果。好，第一个，我们要明确角色的设定，在提示词中写清楚角色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写这一个故事，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就叫做莉亚，还有她的一个朋友小狐狸的名字叫米洛。我们也可以写上她的一个年龄、性格特征例如小女孩亚妮8岁，好奇心强，喜欢探险。我们的场景细节的描述的话，可以这样写说明环境和氛围，例如夜晚、森林、树发蓝色光芒，星光闪烁。我们故事的节奏规划的话，也可以先写故事大纲，让每一页大致知道一个内容像我们这样写出来之后，他就会知道一个大致的一个内容。接下来它会根据大纲生成页面，减少重复和跳脱。除了它的一个绘本生成，接下来这样小朋友阅读时也能顺便学习英文单词和句子结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写这一个故事大纲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的朋友 ChatGPT， 让他帮我们写10个小朋友喜欢的故事大纲。好，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大概的故事大纲，去接下来生成一个故事绘本。还有引导式学习功能，非常适合想用互动方式学习知识的朋友。在我们的一个探索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创建页面里面，它可以根据我们指定的主题、目标读者年龄和期望的画风，为大人或小孩创作专属的一个在我们的管理页面，它有一个灵感源泉，它有一个海量的一个灵感，包括派对活动、送礼、商务等方面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个职业顾问，它可以解锁职业发展潜能，帮我们制定详尽的技能提升计划，实现职业发展目标。还有一个编码助手，提升编码的能力，获得构建项目所需的资源，我们可以边做边学。还有一个学习辅导，告诉他我们想学的一些内容，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掌握新概念，温习知识点。还有一个写文案的编辑，它会在一些语法、句子、结构等各方面帮我们一些实用的一些建议。这边我们可以问他，如果要设计儿童读物封面，应该使用哪些颜色组合？这边我选择顶上这一个推理、数学和编码这一个模型来让他给我们回答。他的这种回答方式就像有一位老师在旁边引导你思考，而不是一次丢大量信息让你有吸收疲劳的感觉。它这一个学习辅导功能的话，基本上是引导学习的延伸版可以针对不同的主题或者生成问题和练习。系统它会根据你的回答提供及时反馈和分析，非常适合学生或者想自学新技能的朋友使用。这种方式的话比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更有效，而且你可以随时调整节奏。让他给我写的一个颜色的组合的话，他给我们的一个设计核心的一个原则，高饱和度和高对比度，还有一个情感的链接，还有目标年龄段的，他会给你指出目标年龄段。比如说婴幼儿0到3岁适合使用简单大胆的3原色，红黄蓝，高对比的黑白色块。还有学龄前的儿童3到6岁的，他给我们建议的是可以使用更丰富的颜色组合。还有一个小学低年级6到9岁的，而且他还会根据故事的主题来搭配颜色服务于故事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冒险搞笑故事，它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橙色、红色和青色，
睡前温馨故事它会有一个柔和的淡蓝色、薄荷绿、浅紫色和米黄色，还有自然科普主题，它是以一个绿色、棕色和蓝色为主，模仿大自然的色彩。还有一个魔幻、魔法、幻想故事下面它还给我们了一些经典有效的颜色组合推荐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还有一个设计小贴士好，如果你觉得这上面的你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问他反馈你的问题，他会继续给你分析，重新给你提出建议。好，朋友们，今天我们体验了 Gemini 的2大功能：绘本生成、快速生成完整故事、双语版本、插画风格多样，还有一个引导式学习、学习辅导、互动式学习，重视你的思考。好，它可以针对你的不同问题生成练习或反馈。好，使用 Gemini 创作绘本不仅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也适合教育工作者、作家或者创意工作者快速生成故事素材。好，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收藏、订阅我的频道哦。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用 Gemini 创作属于自己的绘本，也希望引导式学习功能能帮助你更轻松地掌握新知识。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 AI 创作工具和实用技巧，让你的创意生活更加丰富有趣。我们下一期再见。